泰国呀，又到了十字路口。裴东丹现在下台了，未来的政治博弈会怎么样呢？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心理。最近呢，没怎么关注泰国的消息啊，可能因为时差的原因啊，现在给我推荐的更多的是北美的频道啊，比较奇怪。那2025年的8月29号就是刚刚啊，这又是一个可能会注定载入泰国历史的这么一个日子。曼谷的天空呢也下起了雨啊，正像许多泰国人此刻的心情一样复杂。宪法法院啊以违反道德规范为由罢免了总理佩通坦希纳瓦，这距离他上任啊仅仅1年，距离他的前任啊就是塞塔他威信被同一法院罢免也仅仅才1年。那如果说历史啊是一面镜子，那么在泰国呀，这面镜子似乎总是在重复着同样的画面。佩通坦的父亲他信啊2006年因为政变下台，他的姑姑英拉2014年啊因为宪法法院裁决下台，现在又轮到了他。这让人不得不问啊，这个是巧合吗？还是希纳瓦家族这注定无法逃脱的这种政治宿命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宪法法院的裁决。那裁决的这个核心依据啊，是一通被泄露的电话录音。大家都知道，在这段录音里边啊，裴东坦和柬埔寨前领导人洪森进行交谈，似乎啊在处理一场紧张的边境冲突。法院的判决书啊就提到了几个关键点。首先啊，总理使用了我们这个词儿，这让法官们认为他和军队之间是缺乏团结的。第二个呢，他将第2军区司令称为对手啊，这就被解读为这种内部分歧。更重要的是啊，法院认为他的言论表现出了党派之争，并可能允许柬埔寨干涉泰国。那我们必须思考的是啊，这些所谓的道德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道德问题呢？又在多大程度上被用作了这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呢？那在任何一个国家，总理啊在处理这个外交危机的时候啊，往往啊也有采取柔和的姿态或者一些模糊的言辞，这都是一种常见的谈判策略。那佩东坦本人啊也解释说，他这是为了避免战争，维护国家主权。但是呢，在泰国的政治语境下呀，他这种解释就被完全否定了。那法院的判决呢，显然不是基于对外交策略的这个客观评估，而是基于一种特定的政治趋势啊，就是佩通坦的行为啊，损害了军队的权威，破坏了国家的团结。那这就再次暴露了泰国政治中的一个核心矛盾啊，就是民选政府的合法性和传统精英阶层的这种权力合法性的冲突。那宪法法院啊，作为司法体系的一部分，在这儿呢就扮演着传统精英阶层意志的这个执行者。他的裁决与其说是法律的胜利，你不如说是在权力博弈中啊，司法对政治的又一次外科手术啊。佩通坦的下台呢，最直接的原因啊，就是他和军方之间的矛盾啊，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困扰泰国几十年的这个顽疾。从1932年啊，这个泰国君主立宪以来呢，泰国军队在政治中一直扮演着角色是举足轻重的啊，他们是保守派和皇权派的这个坚实的支柱啊，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秩序的所谓核心的力量。而希纳瓦家族啊，作为民粹主义的代表啊，他的权力基础呢，它是来自于草根阶层的这个选票，所以这和军队所代表的这个精英阶层利益是存在天然冲突的。另外呢，佩通坦在通话中啊，对军方的言论，无论是真心还是策略，都触碰了军方的这个痒痒挠啊，敏感神经。那他把一位高级将领他称为对手啊，这就被解读为民选政府，你对军队持有敌意嘛？那在泰国呀，这种言论呢就被认为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军队不仅是保卫边境的力量，也是决定国家政治走向的最终仲裁者啊。所以这种不信任实际上是相互的。民选政府啊，怀疑军方随时可能发动政变，而军方呢就怀疑这个民选政府的政策会损害国家利益和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这种民选合法性和枪杆的合法性的矛盾呢，使得泰国呢始终处在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佩通坦啊试图啊在军方和政府之间进行协调，但显然他失败了啊，他的电话被泄露了啊，这本身就说明什么呢？在他的身边啊，甚至在他自己的政府内部就存在着强大的反对力量。这种内鬼的存在啊，可以说比任何法庭的裁决是更有说服力的。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佩通坦所面对的啊，不仅仅是一个外部的政治对手，
而是一个渗入到他政权内部的无孔不入的这么一个权力网络。所以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点啊，来看一看西纳瓦家族的这个政治困境。从他信到英拉，再到今天的裴同贪，西纳瓦家族啊在民选中是屡屡获胜，就屡屡被罢免。所以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西纳瓦家族啊，他的政治策略我们说概括为民粹主义啊。他们通过向贫困地区和农村人口呢提供医疗、经济和教育的援助，赢得了压倒性的民意支持，这使得他们能够建立起强大的民选基础啊，并以此来挑战传统的精英阶层。但是啊，正是这种民意支持成了他们的原罪。在泰国呀，民意和选票并不是唯一的权力来源，君主制、军队、司法机构和官僚系统共同构筑了这么强大的这个深层国家，也有 deep state 啊。这些机构中的这个精英阶层啊，将西纳瓦家族的这个崛起视为呢对他们自身权力和地位的一个威胁。那他们就认为啊，西纳瓦家族他的民粹政策，你是在收买选民，是在破坏国家的传统价值观和秩序。所以下发法院呢，正是这个深层国家的核心工具。他通过一系列的裁决，不断的为西纳瓦家族呢设置障碍，甚至呢直接把他从权力中心清除。每次裁决都伴随着大量的道德和腐败指控，这些指控啊，往往在法律上是充满争议的，但在政治上却是极为有效的。这就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啊，就西纳瓦家族呢通过选举上台，传统的精英阶层呢通过司法和军事手段把他罢免，社会动荡就随之而来。然后呢又一次选举，西纳瓦家族或他的盟友再上台，这么循环往复。所以这种恶性循环不仅消耗了泰国社会的能量，也使得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是无法进行的。那么裴同贪的下台啊，对泰国未来的政治影响是深远而且复杂的。首先啊，它加剧了政治的不确定性啊。宪法法院的裁决呢，它解散了整个内阁呀，所以新总理的选举可能会陷入僵局。维泰党在议会中的这个就是这种脆弱的多数联盟啊，可能会 crash， 会面临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呢，谁能继任总理呢？是继续有维泰党的人选呢，还是有其他政党推举？这会是一场激烈的这种政治的角力。报道中啊，我们看到曼谷邮报里边提到过几个候选人，包括前总理巴育，这暗示着军方势力可能会再次回归。另外一个就是它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这个街头抗议。大家都知道，裴同贪的支持者对法院的裁决会感到愤怒和失望虽然目前还没有这个大规模的示威，但这种不满情绪正在积聚。如果这种这种僵局没法打破，或者新总理的产生过程不被民众所接受，那么我们又可能会看到红衫军或者黄衫军的回归，以及更多的这个街头冲突。那最后呢，它会让泰国的民主前景更加暗淡。当选票都无法决定政权的稳定的时候呢，民主制度的这个公信力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年轻一代的泰国人尤其会感到幻灭他们希望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真正能够反映民意的这个政府，一个能够解决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政府。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动荡会让他们感到希望渺茫。所以裴同贪的下台它不是偶然的，这是泰国长期以来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它再次说明什么呢？在泰国民选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它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精英阶层、军队和司法机构共同编制的无形网络中才能运作。所以这个网络就像一个巨大的蜘蛛网，紧紧地束缚住了泰国的政治。你任何试图挣脱的这种尝试都会被迅速的拉回来。那裴同贪的下台再次给这个困局就画上了注脚。所以泰国的未来也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是在历史的循环中继续挣扎，还是找到一个新的道路，打破这个难解的这个死结呢？这个不仅仅是所谓政治家的责任，也是每一个泰国朋友必须面对的挑战。好吧，这就是今天紧急给大家讲了一个泰国政局的一个变化。本来今天要讲火星的，我们只能是放到一会儿的节目里边了。谢谢大家收看，拜拜，再见。